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广慈博爱园区，这里是捷运信义线东沿岸的终点站——广慈奉天宫站。它的前身是广慈博爱院，是我非常有记忆的一个地点。我从46年前大一的时候，曾经在广慈博爱院服务多年，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回忆的地方。现在变成广慈博爱园区。 园区内占地大约7公顷，主要分成3个区块：一是信义行政中心，二是广慈卫福大楼。那第3个区块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块——广慈社会住宅。这是我现在的位置。我前方这里有3栋广慈社会住宅，分成1区、2区、3区。 这是1区，这是2区，然后这一栋是3区，都是27层楼的大楼。然后在南侧这里，这是广慈卫福大楼，这是台北市信义区行政中心。 现在就带大家简短的参观一下广慈博爱园区。我前面这栋建筑就是信义区行政中心。远处的山，前面是虎山，后方是南港山。旁边这栋就是广慈卫福大楼。台北市信义区行政中心。 这边要特别介绍的是，3楼、4楼是台北市立图书馆广慈分馆，4楼是主要的图书、期刊、影音出版品，提供借阅服务。3楼则是有自修室，还有笔电区、讨论区。这是信义区行政中心的后门，我们到前门看一下。前面是福德街。 捷运工程正在进行中。捷运信义线东沿岸被称为是捷运史上最艰难的工程，因为短短只有1.4公里，今年第9年了，现在是预定今年年底完工。1.4公里除以9，一年大约只推进不到160公尺，所以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工程。前面这里是信义分局福德派出所，这里是捷运站出口，预定114年12月31日完工。不过这个施工期间，这个已经更换过好几次了。对。 1.4公里从象山站一直到R0万站，据说名称是叫广慈奉天宫站。然后后面列车一直到玉成公园，这边有通风井。前面的人行道，这里是以前福德派出所的位置。那以前广慈博爱院的大门口就在这里，福德街200号。 信义行政中心，我绕回到信义行政中心的后方了。他儿子在全家福买的。前面是广慈卫福大楼，广慈卫福大楼。我前面这里大致就是以前广慈博爱院儿童复健所的位置。现在卫福大楼。 有很多社福机构，广慈卫福大楼有亲子馆、广爱家园、托婴中心、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附设信义门诊部。
还有长照机构，以及一些社会福利单位。这是广慈卫福大楼西二门。这边的7楼有广慈文物陈列室。福德街200号，台北市立广慈博爱院。这是以前的大门口，我熟悉的大门口。旁边这里就是福德派出所。广慈博爱院的前身是台北市立救济院，创立于民国53年。民国59年迁入县址，总面积约16000平。这是广慈博爱院平面图。这双石的建筑就是敬老所，我们当时俗称为老人所。另外3个所分别是育幼所、妇女职业辅导所、养护所，当时是称为儿童复健所。总共4个所。当时台大慈幼会广慈服务团就是在儿童复健所服务，而东吴大学幼幼社是在育幼所服务。这已经是46年前的往事了。民国68年，我大一的时候。我先前有上去参观过广慈文物陈列室，不过很可惜没有看到我那个时代的一些老照片。我现在走到广慈博爱园区的北侧。景观广场，这里有老人体健区、游戏区、草坪。这是社会住宅1区，每一区又有2栋。这边是2区。这4000平的绿地是昔日的广慈平价住宅，后来全数拆除，成为广慈博爱园区的公园绿地。广慈社会住宅2区，前面那一栋是3区。广慈社会住宅3区，社会住宅2区，这里有台北市都发局的办公室、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。我认识一位朋友在台北市驻都中心上班。他曾经跟我讲过，他觉得广慈博爱园区是都市更新的一个完美典范。可惜在台湾要做都更，不管是公办或是民间举办，都是非常辛苦。有时候往往一片面积很小的区域，就要花10几年来整合。那广慈博爱园区所以能够这么成功，就是因为这一整块地都是政府的。所以可以用很完美的方式去做规划。这里有行政中心，有派出所，有医院，有图书馆，有托婴中心，
有老人安养中心，也有儿童游戏场，有非常宽阔的开放空间，还有公园绿地。但是广慈博爱园区的附近，就是一些巷道狭窄、非常密集的4层楼公寓。这些公寓大概都已经超过50年的历史了。很多建商都有在附近成立一些都更办公中心，但是要推动都市更新，真的非常的困难，因为每一个产权拥有者都希望在都更的时候能够取得最大的利益，所以条件都很难谈得妥。台北市在未来20-30年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都市更新的问题，因为现在人口越来越老化，那这边的公寓都是没有电梯的这种老旧公寓，所以事实上生活的品质、生活的机能已经渐渐的不符合老年人的需求了。广慈卫福大楼这里有一个捷运站出口，建了捷运完工后，从这边出口出来，前面过马路，步行大约3-5分钟就可以抵达奉天宫。那边是虎山的登山口。广慈博爱院是在2008年正式结束营运，当年全部净空。那在3年前，2005年，曾经在这里办了一场广慈惜别会，当时我有参加，写了一篇旅记。那这20年前写的旅记，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结束。那在20年之后，我回到广慈博爱院，现在是广慈博爱园区，就拍一支影片纪念这段岁月。那我今天的广慈博爱院、广慈博爱园区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